1221扬升门户开启报告。我们的开启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将作为开启新时代的决定性时刻载入史册。光之工作者社群展现出了惊人的合作精神，一共制作了300多个视频，涵盖40多种语言，观看次数超过100万次。3场开启均到达临界人数，第一场的参与人数仅仅略高于最低临界人数的几千人，第二场的参与人数超过了15万人，第3场的参与人数大约20万人。8月12日，第一场的开启，铆定第3道圣光，神圣智慧，稳定了地球的能量网格、地脉线和遍布地球的扬升漩涡。木星与金星的合相为能量网格注入了喜悦和幸福的能量。我在开启活动几个小时前拍摄了这张照片。8月18日，第2场开启，铆定第2道圣光，神圣之爱，来自 M87 星系的巨大宇宙之爱浪潮席卷了整个太阳系，激活了萨南达。从那一刻起，它持续不断地从母舰神剑号向地球能量网格发送宽恕的能量。它的光体已经铆定在了线性时空连续体当中。从那一刻起，天空女神伊娜娜、伊西斯、阿斯塔拉、玛丽一直派遣进太空轨道的天使们前往地表世界的以太层、星光层和心智层，疗愈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层面，疗愈所有的异常，再度铆定圣光与爱。光明势力目前正致力于疗愈近地表世界30米内所有残存的位于低等星光层和以太层的星光地狱。当这些地狱被清理干净之后，天使存有也会开始居住在这里。8月21日的第3场开启，铆定第1道圣光，神圣意志。光明势力从绝对源头接收到了新地球密钥，它由2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来自宇宙阿努帕达卡层面的多维度代码，其中包含了地球解放的多维度计划。该计划把地球表面所有存有的自由意志纳入考量。这个多维度代码现在已经永久性的铆定在了环绕着地球的量子场域当中。随着自由意志的向量重新组合，时时刻刻的对地球光网格进行重新排列。它包含着地球解放的计划，该计划现在已经沉降至宇宙心智层面，很快它就会沉降至阿特米克层面，在那里扬升存有可以采取行动进行显化。密钥的第2部分是直接来自绝对源头的祖母绿色圣光的发射，它进入了多维度宇宙的亚量子场域，它已经从多维度宇宙当中抹除了绝大多数潜伏者的存在，只剩下不到1%的残留。这道祖母绿圣光重新校准了地球核心以太水晶，并重新校准地球能量网格至扬升时间线。现在光明势力已经把 ATVO2 的效用提升到了100%，从而完全的为地球核心和能量网格充能，并尽快的清理潜伏者的最后残留。祖母绿圣光已经把多维度宇宙转变为稳定的亚量子真空状态，尚未进入亚量子真空状态的只有这颗行星地表30米内的含有潜伏者残留的场域，以及多维度宇宙当中所有含有潜伏者残留的存有的能量场。当你感受到潜伏者的影响时，你可以观想祖母绿色的圣光，并请求它清理你身上的潜伏者的干扰。祖母绿水晶可以帮助这一过程，那些受过祖母绿之光点化的人可以直接启动这道光。亚量子稳定真空状态的达成，标志着一个宇宙循环周期的终结和新宇宙循环周期的开始，这是宇宙邪恶的抹除。随着新天堂密钥的完全释出，银河联盟的母舰已经驻扎到他们在太阳系的最终位置。自1996年按下暂停键之后，重新启动
扬升进程。8月21日，门户开启时，母舰的重新排列发射出巨大的标量引力波，引发了日冕巨量喷发。潜伏者如今残留的部分仅仅位于地表人口的植物入残留当中，以及1996年之后所有暴露于太阳系内异常的光明势力成员的植物物残留当中。多维度宇宙中的所有其他存有能量场中也残留着极少部分的潜伏者，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宇宙邪恶的清理过程。对所有这些存有来说，潜伏者感染的表现为对如何应对地球局势缺乏清晰的认识，而他们其余的能量场几乎未受潜伏者的影响。多维宇宙当中所有存有受到的潜伏者感染，以及光明势力所有受到潜伏者感染的植入物残留，都会在10月10日前彻底清理干净。所有地表人类受潜伏者感染的植入物残留也越来越有可能在10月10日之前被清除干净，不过这一时间线尚未稳固。对于地表人口来说，潜伏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他们的自由意志。它在植入物之间创造了一个赛特隧道干扰模式，覆盖了地表之上30米的距离。正因如此，对以太和星光地狱的疗愈进展不如预期。一些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都被囚困在那里的存有需要被拯救出来。潜伏者仍然在菩提层、阿特米克层以及更高维度层面施加着一定的自选场域。这种场域表现为对如何应对地球的局势缺乏一定清晰的认知。随着所有的潜伏者残留被清理干净，这个自选场域的强度也在减弱。在12、21扬升门户开启期间，圣哲曼利用了朗巴勒公主于1775年11月21日在小特里亚农宫的移动静厅铆定的时间之门。通过这个时间之门，圣哲曼于2025年8月21日在小特里亚农宫铆定了新地球原型。这个代表着完美实相的原型，如今已经永久性的铆定在了小特里亚农宫的以太层，并将作为重建新亚特兰蒂斯的新地球文明的核心原型。12、21扬升门户开启期间，时间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主扬升时间线被不可逆转的锁定并铆定在地球的能量网格当中。有关大揭露、第一次接触和事件的正面时间线概率正在呈指数级上升，战争和全球性统治的负面时间线正在崩溃，这些发生的概率在下降。绝对源头在地表世界开启了一扇时间之门，这扇时间之门如今正在开启新的可能，把当下与未来可能出现的积极美好成果架构起来。许多在过去不可能实现的积极事物将会越来越多的成为可能。我们的自由意志会成就着伟大的未来。新文艺复兴即将诞生，我们会跟星际朋友进行接触，我们会回到真正的家，我们中的一些会生活在新的地球上，我们中的那些宇宙白色贵族会回归至我们的星际殿宇。在这个宏伟的未来到达之前，我们还有几步路要走。黑色贵族仍然在维系着他们的雇佣兵体系，阻止任何可能帮助到光之工作者或者是改变地球现状的物质层面的干预，他们的监视网络也依然完好无损。为了应对这些，光明势力正在制定一套能够对地表物质层面进行干预的计划，该计划的绝大多数内容可能会被保密。目前我还不清楚我可以在我的博客上发布多少相关内容。不论如何，现在是光明势力履行他们职责的时候了。光之工作者可以继续按照他们的内在指引执行使命。8月28、29日会出现一个新的巨大形象，它会把12、21扬升门户开启的能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世界标准时间8月29日凌晨0点10分，天王星与海王星
将会形成6分相，同时木星、莉莉丝和月球焦点将形成大三角。这一星象是启动对地表世界物质层面进行干预的最佳时机，因此光明势力呼请尽可能多的人在这一时刻进行物质层面干预冥想。在冥想开始之前，请大声说出以下的谕令3次：我宣告并且下令，光明势力现在就对地表物质世界进行干预。我宣告并且下令，光明势力现在就对地表物质世界进行干预。我宣告并且下令，光明势力现在就对地表物质世界进行干预。然后你就可以进行冥想。冥想指南在这里，不同时区的冥想时间在这里。8月28、29日过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指引继续进行这个冥想，直至物质层面的干预真正发生。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帮助实现物质层面的干预。还有，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在9月13日在纽约举办的扬升工作坊。光的胜利